我嫂子林倩特别嫌弃家里有老人味，竟然逼着我70多岁的老妈嫁给隔壁老王。我知道这事儿后，赶紧阻止，还把老妈接到我家，精心照顾着。谁能想到老王那家伙运气爆棚，买彩票中了整整700万。嫂子听说后，立马打电话把我臭骂一顿，连我妈也跟着唾弃我。小贱蹄子，要不是你，我肯定能当首富夫人。最后，我妈竟然在我水里加老鼠药，把我给活活毒死了。等我再睁眼，竟然回到了嫂子让我妈嫁人那天。死老太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去伺候隔壁老王。嫂子林倩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不耐烦地瞪着我妈。我妈怕这个厉害的儿媳妇啥也不敢说，还过来狠狠掐了我一下。月月，你说说我该不该嫁给老王头啊？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看着乡下的老房子，我确定自己真的重生了。妈，这我哪知道啊？你高兴就好，我没意见。我妈见我不反对，又想掐我，对我迅速躲开了。哼，她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还能比我快？我妈气得差点咬坏仅剩的15颗牙，又开始跟我卖惨。月月，那个老王头现在瘫在床上了，我这过去可咋办啊？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我妈这是嫌人家条件不好，拿我当挡箭牌呢。我皱着眉看向林倩，嫂子，你这事儿办得可不地道啊。林倩一听，把瓜子一扔，就要跟我干架。我妈却假惺惺地站起来，想拦林倩，其实就是想等动手的时候控制我，让林倩打我。既然老王头不行，那就老张头。我妈想嫁，咱们做儿女的不能反对。林倩一听这话，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这就对了，中老年人的爱情可不能破坏。我妈张了张嘴，啥也说不出来，只能恶狠狠地看着我。我笑了，老妈呀，这次我肯定成全你的伟大爱情，不过错过老王的富贵，你可别气死。上一世我国庆放假回家，一进家门就看见林倩逼我妈嫁人。死老太婆，你天天吃那么多，赶紧嫁出去。你不是和隔壁老王眉来眼去吗？我成全你们，赶紧滚。我这个亲生女儿哪能坐得住，就跟他理论。这房子是我妈给你的，彩礼也是我妈让我拿的，你凭啥逼她嫁人？我妈却默默地收拾衣服。我老了，不顶用了，让去就去吧。我7岁没了爸，看到我妈这样，心里难受的紧。妈，我养你，大不了我多打几份工。这房子是我妈给你的，彩礼也是我妈让我拿的，你凭啥逼她嫁人？我妈却默默地收拾衣服。我妈一听我和林倩的话，再也顾不上体面，直接打开我的行李箱，看着里面好几年的旧衣服，她嫌弃的直咂嘴。突然，她看到一整套化妆品，嘲讽地看着我，小贱人，你配用这么好的东西吗？还敢吃独食？说着，她又翻了几下，没找到满意的东西，竟然脱了裤子，在箱子里尿了一泡。小贱人，看你还穿啥？我假装痛心看着被糟蹋的衣服，眼泪流了出来。妈，我还想把这些卖了，给你钱呢。林倩一听，再也忍不住，伸手拽住我妈的头发，老贱人，赶紧滚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我冷眼看着他们狗咬狗，心里一阵感慨，不急，这才刚开始呢，希望他们能受得住得住。当天晚上，我借口伤心难过回了城里。以前为了贴补家用，我考上211大学都没去上。临死前我最不甘心的就是没完成学业，改变命运。好在重活一世，我拿着攒的钱报了补课班，要把知识捡起来。我在补课班忙的时候，林倩突然打电话，起音乐，老不死的被打了，牙都被打掉了。我一点不惊讶，以前老张头打老婆，我妈不但不劝，还说风凉话，现在这是报应。嫂子，我没空，回来要扣工资，侄子娶老婆钱就少了。林倩果然急了，挂了电话。奇怪，我一点不担心我妈，还希望她好好活着。等我有空的时候，经过几个月刻苦学习，我要参加高考了。没想到在考场前见到村里的考神，听说他考了6、7年都没考上心仪大学。他看到我很惊讶，戴着大眼镜打量我，啧，你妈那么大岁数还嫁给我叔，你们真不要脸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咋的？你嫉妒啊？考不上你也娶个老太太呗。说完我不理他，进了考场。我感觉这事儿没完，可那又怎样？他就是个臭蟑螂，能翻出啥水花？高考结束，为免老家打扰，我辞了职搬了家。本以为没事了，却在马路上看到我妈。月月呀，妈求你了，给我弄副假牙吧。妈好几个月没吃正经东西了。我妈哀嚎着，路人都很同情。我叹气，肯定是那家男人告诉他我位置，我不想丢人，要带他回家。可他不愿意，说不给安假牙就不起来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带他去小诊所，牙医报2万块。我惊呆了，我看我妈，她和牙医有眼神交流，肯定是他们商量好坑我。我咽口气，点头同意。等我妈整完假牙，我就交钱。很快假牙安好了，我妈让我交钱，我点头，看银行卡，拍脑门，你们等我，我去解冻银行卡。怕他们不信，我拿出新手机放桌上当押金，然后我坐上3蹦子去火车站买了去外省票。上火车前，我妈疯狂打电话，小贱人，手机是假的，赶紧回来交钱，不然让你哥打死你。我死死按着手机，眼眶冒火，我被毒死他，还让禽兽打我。现在我对他只剩仇恨。到了 H 市，我在餐馆打工，老板娘善良，听我经历后给我加了工资。半个月后，高考成绩出来，我考了520分，能上好学校，改变命运。我正高兴，陌生号码打来，我接起来手颤抖。小贱人，别以为考上大学我就放滚，回来嫁给张伟，我就考虑原谅你。我气得站起来，为啥他总害我？我是最心疼他的人。以前爸打他，我护着他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他那时叫我宝宝。啥时候他变了呢？我哽咽开口，户口我迁出来了，你拿我没办法，我是你亲生女儿，你咋这样？我妈不羞愧，还喊小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我能这么惨？要不是你跑了，2万块没交，我能被老张打？我明白了，他们合谋骗我钱。这时电话那边传来声响，一道阴狠声音响起，小贱人，我是你爹，赶紧给我10万，不然打死你妈！我笑了，他们真是一窝坏，我没钱，钱都给嫂子了，你找他要。我不想废话，挂断拉黑。开学后，我跟其他年轻学生格格不入，但我清楚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改变命运。1年后，我在自习室学习，从老家朋友圈看到隔壁老王头如前世一样中了700万，整个村子的人都去给他买东西，还有人要认干爹。我激动地看着视频里热闹场景，报仇机会来了。国庆节，我坐火车回老家，一进家门就见我妈黑着脸坐在院子里。小贱蹄子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多嘴，我早嫁给老王了，耽误我爱情。我叹气，眼泪说来就来。妈，当初不是你嫌王叔瘫痪，不想伺候他吗？现在咋能见钱眼开呢？林
倩在一旁阴阳怪气，现在看人家有钱着急了，当初干啥去了？我妈被对的没话说，只能瞪着我。我突然拍大腿，妈，实在不行你就嫁给王叔吧，反正你和老张头没领结婚证。我妈和林倩一听，觉得这办法行。林倩为让老王头有青春悸动，给我妈画粉嫩妆容。晚上我妈要钻老王被窝，我拉住她，妈，你可想好了，今天过后不能回头。我妈嫌恶的看我一眼，你想让我继续被人打？贱人心真黑。我淡定听着隔壁恶心声音，转身回房，看着手里的502胶水，我笑出声，哎呀，快来人啊，救命啊！我妈一嗓子，邻居都被吵醒，见是有钱老头家出事，都跑过去。哎呀，这咋回事？有大婶跑进屋，看到我妈和老王头在被窝里，脸红心跳。过来人一看就明白，暗骂老不正经。王大哥，我能帮啥？李婶强忍着面对他们，快叫救护车，我们卡一起了。李婶忙打电话，屋外的人见救护车来，以为老王头不行了，结果抬上救护车的是我妈和老王头。大家明白过来，都看老张头。老张头脸红得像猴屁股，眼神要杀人。我和大哥一家跟着救护车去医院，我妈费好大劲才和老王头分开。啪啪啪，我妈连扇我3个巴掌。小贱人，是不是你换的胶水？林倩尴尬，那东西是她买的。我委屈哭，妈，你咋污蔑我？我知道你想贪王叔财产，但也不能折磨我呀。说完我跑走，坐火车回 H 市。大晚上没人找我，谁会放过富豪大爷呢？3个月后，我妈找到我学校，在大门口跪下求我，月月，妈不行了，张叔不是人，为要钱要砍我。我皱眉，老王说有钱咋不给你呢？我妈一听，呸一声，疯狂踩的，那个老不死的，把我吃干抹净，说彩票是假的，骗我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上一世林倩打完电话就没动静了，那我之前不是白死了？所以呢，你要我干啥？我妈舔着脸，你嫁给张伟，老张头就放我回家。宝宝，你从小懂事，会原谅妈，对不？我冷漠看着他，原来他知道我渴望啥却不做，不可能，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妈瞬间变刻薄脸，小贱人，赶完老娘，今天不回去也得回去。他撕扯我，潜伏的林倩也推我，保安大叔，救命啊！2个保安冲过来救下我。我妈恨得咬牙切齿，小贱人，别得意，只要我活着，你就别想好过。我害怕的躲在保安后面，心里却得意，很好，重男轻女标签打好了，游戏开始。我拍下中奖彩票发给林倩，不一会儿，林倩发来问号，又发好几段语音，小贱人，竟然是你中了1等奖，宝宝，快回来，妈想你了。妈开玩笑的，我面无表情拉黑他们，看着手机银行余额600多万，上一世我死后游荡，看到彩票没被领走的标题，只记得数字，没联想这事。重生回来，刚到学校我就买了那张彩票，中了700万，原来是老王头吹嘘的彩票，鱼饵放下去了，等大鱼上钩。果然2天后，张伟进了我学校。秦月，别生气了，我们都在一起了，你坏了我们孩子，除了我谁要你？张伟可怜巴巴求我，暗地里小声警告，笑话，我2辈子智商比他高，还玩荡妇羞辱。啪啪啪，我淡定打他几个巴掌，挤出几滴眼泪。张伟，你放过我吧，你说要欺负我，你为10万块把我卖了。看热闹的学姐学长围过来，你不是我们学校的，咋这么恶心？张伟想解释，背对回去，你觉得我们女生会用清白说谎？你真个硬人，人多势众。张伟灰溜溜跑了，看吧，下水道的死老鼠只能在地底下腐烂发臭。秦月，你妈死了，要不要见最后一面？你自己决定。林倩见我不信，还发来几张照片，我妈身上有尸斑，像是死了很久。我深吸口气，到底母女一场，还是去告别一下。回到家，大门敞开，里面是殡葬用的烧纸。林倩见到我，热情地挽着我，老不死的这几天吃不下饭，都是老张头打的，你看身上都是伤。我眨眨眼说，这都是他的命，他得认。林倩很吃惊，大声质问我，你难道不去给你妈报仇？那可是你妈呀！我轻轻耳朵，疑惑地看着他，人各有命，不必强求。禽兽带着白笑，眼睛通红的和我跪在灵前，妈死得太惨了，要不是你不拿钱，这都不会发生。我深深看了一眼我妈，真正的凶手是老张头，要不是他，咱妈也不能死。说着，我眼泪流出来，要不是林倩逼我妈改嫁，她也不能这样。禽兽握紧拳头，怨恨地看了林倩一眼，又看向自己儿子，你侄子还小，要用钱你就拿点出来，我们也宽裕点。我嘲讽地看着他，我这些年拿的钱还少，我18岁打工，现在28，10年工资都给了妈和你哥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别为难我。见我不肯拿钱，禽兽叹气，摔烂供奉的香火盘，这辈子你和我不是一家人了。我起身鞠躬回屋拿行李箱，却被禽兽打一棍，跌倒在地。秦月，妈可是费老大力气引你过来的，不知过了几天，我醒来被关在猪圈，他们封了我的嘴。秦月，把钱拿出来不就好了，何必呢？禽兽拿着绳子进来，我疯狂挣扎，啪啪啪，还敢跑，打死你！绳子像鞭子打在我身上。大舅哥息怒，女人要红，我来吧。张伟把他拽出去，留下他和我，你只要说出来不就好了？我吐出抹布，愤怒地看着他，我妈是你杀的。张伟急忙摇头，不是我，是我叔下手没轻没重打死的。禽兽当场打死我叔，也算报仇了。我倒吸口气，你们还真胆大妄为。张伟掏出一把刀，轻轻划过我的脸，我们可以合作，我杀了他们，出去后钱我们分。我睁大眼睛，你这是要给你叔报仇？张伟把刀插在地上，用土盖住，我只给你1晚上考虑，过了明天禽兽再打你，我可不帮了。他要走，我拦住他，你有啥证据证明你叔是禽兽杀的？张伟诡异一笑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当晚他回来，我同意他的条件，商量1小时后行动。夜黑风高，我被放出来，看到我妈变成一个小盒子，屋里的禽兽和林倩今晚很安静，受死吧！张伟为壮胆大喊，迎接他的却是10几个警察的枪口。死贱人，你敢耍我！我耸耸肩，大哥，你也不看看我在哪上大学，还跟我玩谋略。他们被一网打尽，在审讯室里见到我妈，张伟明白被骗了。禽兽，你好狠，打死我叔！我妈跳出来瞪着他，那糟老头子该死，还敢打我！要不是知道他遗产给你，我才不忍这么久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开始审问。原来我妈被打怕了，和禽兽合谋假死，禽兽悲愤打死老张头，张伟讲江湖义气没制止。后来他们贪图我手里的钱，想合作杀我后分钱，但张伟不讲武德，想联合我除掉禽兽
肉和零件，独吞钱。可惜他们不知道，我得到钱后捐给国家了。我这次假意过来，就是为了把他们一网打尽，报上辈子的仇。宝宝，妈求你了，妈还年轻，不想死。我厌恶的离他远点。李秋天女士，你拐卖儿童，证据确凿，等着法律制裁吧。最后，我妈被判无期徒刑，其他人都判了死刑。